他妈都是用特别不好听的语言来形容我，说我狐狸精、不要脸、勾引他儿子，然后说我还带个拖油瓶。我妈都这几句话都是因为这是你跟我分手理由是吧？拖油瓶啊！你妈心疼你，因为你是他儿子，我也心疼我闺女，她是我闺女。接下来是大家用掌声来欢迎你们非常喜爱的老师们的时间了。著名的节目主持马老师，欢迎马老师。著名的演员陶欣然老师。世纪佳缘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爱情导师涂磊老师，欢迎他。今天的第一对情侣嘉宾，他们碰到了哪些困惑呢？请看。阿姨你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天津电视台，现在您儿子这边有一些这个感情问题，想请您过来一块调解一下，你看能不能跟？哎，你等。哎妈，我也参加把这事解决了中吧。我是想解决这件事情，不需要跟你吵，明白吧？咱们慢慢先是把这事解决了，过来一把，咱们解决事儿，解决事儿，好不好？别嚷了你别嚷了。猜出来吗？你妈还是这个态度，根本都不同意咱们俩，所以咱俩都没必要从一块来着了。咱慢慢给坚持把这事处理咋坚持啊？你妈都不同意，咱们还咋坚持啊？隐隐约约当中感觉到一对情侣好像碰到了母亲的反对，但是我感觉女方也不是那么的坚定。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天24岁，来自河北，是一名舞蹈演员；女主人公小金26岁，来自河北，是一名舞蹈演员。来，有请两位，在他们的手上各提着一只密码箱，在这个箱子当中装着一个他们彼此并不了解的秘密。两位，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公布给所有的人吗？不愿意。我愿意。资料上面说两位都是舞蹈演员。对，那就是在工作认识的。我俩是通过一个舞团，因为他是一个老同事，我是一个都是新过去的人。我这人挺腼腆的，他挺热情的，一开始觉得还人不错。完了有一次让我挺感动的是啥事儿啊？有一天呢，我这脚受伤了，排练的时候。完了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也都是不乐意跟别人说。他突然间无意间能看见了，完了还给我涂药，又帮我敷冰啊什么的。我当时我特别感动，我觉着这人真挺不错的这个女人。完了，我想慢慢去了解她，之后开始对她特别好感，开始追求她。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根本都不可能啊，因为我比他大。不就2岁吗？啊，但是2岁他也是大呀。然后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结过婚，而我是一个离婚带孩子的母亲。孩子多大？现在是3周半。男孩女孩？女孩。就是因为我的现在的这个状态吧，然后他们家根本就不同意。不同意我会慢慢解释的，是吧？咋解释啊？现在你妈都不同意了，你们家也不同意。是，我是慢慢的跟我们家说的吗？你说呢？但是你一下给我否了。但是你妈已经深深伤害我了，根本都是伤害我，伤害我们家，还伤害我闺女。那你看出我的心意了吧？你的心意我看出来了。我一开始不也坚持吗？1年多的感情，我不也在继续吗？可是你妈呢？去我工作单位跟我领导去闹，去我们家，然后跟我父母也闹，然后当着我孩子的面跟我孩子也那么说。本身我父母对我离婚这件事已经挺伤心的，然后现在父母岁数也大，然后帮我带着孩子我去外面工作，他妈都是用特别不好听的语言来形容我，说我狐狸精、不要脸、勾引他儿子，然后说我还带个拖油瓶。我妈都这几句话都是因为这是你跟我分手理由是吧？为啥就是拖油瓶啊？你妈心疼你，因为你是他儿子，我也心疼我闺女，她是我闺女。我妈说的话是不对，但你也理解老人吧？好，你得让老人慢慢适应吧。小天，我们理解老人哈。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在你们的情感里面，男方家人的不理解是造成女方心里的一个巨大的困惑，对吧？最主要是他也不坚持了。他也一直在坚持啊。你坚持啥了？他妈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别勾引我儿子了，我也给我儿子介绍对象了，他俩已经见面了，而且啥时候事儿啊？啥时候的事儿？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为啥总也不接电话啊？我给你打电话，你啥时候接过？小伙子，你告诉我，妈妈说的是真还是假？你是不是已经相亲了？是还是不是？是。见过女方了是吧？见过。谈了吗？没谈。没谈，你们见过多少次面啊？那你听我说说吧，现在呀。我因为当时吧，我妈都极力反对我俩，都非得给我介绍对象。
完了，我的意思肯定是不行。完了，我妈非得在家以死相逼着我呀。啥叫以死相逼？一次两次是以死相逼，3次4次呢？还是以死相逼吗？那我去见了，我是否决人家了吧？小伙子就承认自己已经相过亲了，对吧？但是被逼的。你认为前提是被逼而去的，对吧？对，不是出于你的本意。对，好吧，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我接下来问啊，假设父母的工作都做通了，你把他娶回家了，孩子跟谁？孩子。我的意思，我爷死的意思说肯定是跟我们在一起生活啊。可是因为我妈这么来回这么闹，我都是说慢慢缓解他们嘛。我都一开始先跟他们说，孩子可能都是跟他姥姥那儿，完了我俩先一块生活。那你要还是接受不了，你要面临两面的压力，你要怎么办？一开始不是跟我这么说的呀，一开始因为他知道我的软肋是我的孩子，然后他开始接近我，然后照顾我的孩子，对我孩子也特别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唯一欠孩子的就是缺少一个父爱，我想给他一个父爱。直到后来他出现，我觉得哎，也许是老天眷顾我，希望我给孩子一个好家庭。可是后来他一点一点的变化，我真的接受不了。我们去公园玩，然后他跟我说，将来我希望咱们能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说我也特别希望，我说啊，我希望有2个孩子，然后可以这样似的互相照顾着嘛。然后他说行，他说那咱们就赶紧结婚吧。啊，我说行，我说那咱们就要一个男孩就行了吧。我说本身得有一个女孩了，他都不说话了，他不说话我都明白，他根本都不想带我的孩子一起。也就是说，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逐渐的在变，是吧？对。你的家人是肯定不同意的，对吧？挺反对我已经特别努力了，我在慢慢跟家庭在和解。你说你的家人一开始的时候不同意，他们现在的态度是同意了，是吧？现在也不同意，也不同意，因为他父母上我们家去闹，我妈也不想让我再跟他再继续了。小伙子现在是坚持想跟姑娘好，真的，我特别想跟他在一块生活，都是一块好下去。你了解你母亲对吧？对，我了解。就是如果你这么坚持下去的话，你觉得你母亲有可能松动吗？我觉得只要是我们2个人能坚持下去，我母亲可能会。你愿意解决这些问题？我愿意，我特别愿意。本来我们是要把男生的母亲请来一起听一听的，但是他的母亲态度特别的坚决。我们有段他母亲的这个电话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这个女人像个狐狸精，把我儿子迷得五迷三道的。她的条件没有我儿子好，岁数比我儿子大，又离过婚，还带个孩子。因为这个我坚决不同意，我当妈的都是为了他好，他还天天和我打架，因为啥呀？我儿子岁数小点，不懂事儿，没出过门，就是这个女的给骗的。只要是我儿子回心转意，哪儿都中，家里都给他把对象都找好了，岁数比他还小，条件还挺好。以前那个女的我坚决不同意，她哪儿也不中。妈妈的态度大家已经听到，非常的坚决。面对如此的风浪，我不知道我们的老师们会给他们支什么样的招。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这个生活中，很多人在婚姻中过得并不幸福，但是熬着就不分手。为什么？别说带着孩子了，就算是有婚史，离异之后再想找另一半，都大打折扣。在市场上变得不值钱了，更别说像这个姑娘一样，虽然你个人条件摆在这儿很不错，但是因为有一个3岁的女儿，对，仿佛就贬得一塌糊涂，甚至被恋人的家里人说的那么难听的话来损。很多人因为这个不敢离婚，因为这个承受，他觉得自己承受不了，宁肯在婚姻里不幸福熬着，也不愿迈开那一步，就是怕迈出来之后变成现在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女孩挺勇敢的，我觉得每一个妈妈爱自己孩子的妈妈都是英雄，这是一个特别勇敢的英雄，她敢于把孩子带出来，独自抚养他。我相信你一定非常渴求另一份有保障的靠谱的爱情，对吗？所以才会这么投入，才会这么伤心。但是这个英雄妈妈需要的男人不只是英雄那么简单，要像一个超人一样。兄弟，你只是一个凡人，因为你阻挡不了自己家庭的反对，现在不是，将来是不是我不知道，它取决于一点，不是取决于你的妈妈能不能回心转意，老太太肯定一根筋就这样了。我们甚至无法苛责她，因为传统观念里面离异的有孩子的这种人配不上我们家，我们家儿子是原装的，是吧？只有一个办法，是你真的从凡人变成超人，那个超人的含义就是你能独自的
独立的面对他们母女俩，扛起所有家庭的责任。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你还没长大，如果你真的想当一个超人的话，自己证明给我们看，证明给你的爱人看，证明给你们将来的那个女儿看，而不是逃避还找借口。你能成为超人吗？我相信我能。你大点声，你能吗？我能。我觉得女孩挺好的，在我的观念里没有贬值。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男人、那么多家庭特别看重这个东西。为什么离过一次婚的男人是个宝，离过一次婚的女人就成了豆腐渣？我特别不能够理解。首先，你们在接触的时候，你爱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离过婚，你也知道他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你爱他，你就爱他的全部。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父母的时候，不要用一种特别激进的方式，比如像刚刚你在 V32里面，你会把电话扔了，你会跟他吵。如果你一直用一种很坚定但是很温和的方式告诉你的妈妈，我就爱她，没有这个女人我活不了。我相信没有哪个母亲说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幸福。你要用你的行为告诉他，妈妈，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跟一个我不爱的女人在一起，我很痛苦。我要在我的婚姻当中，就像现在很多人用维系这个词去维系婚姻一样，我一直觉得维系是一个特别消极的词，不享受你的婚姻的幸福，你还要去维系。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跟一个我爱的女人在一起，快乐的享受婚姻一辈子？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的主题是2个，第一个问男性，如果对方是有离异的女孩，你会不会和她交往？很遗憾，68%的人是不会的。第二一个问题是问的是未婚男性的家庭的，如果对方这个女孩她不光离异，而且还带着孩子，你们反对吗？这个数据更可怕，只有5%的人同意。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男生你能够选择和一个离异的并且带一个小孩的女孩交往，同时好像还是你追求她的，对吗？对。所以这个是值得鼓励的，因为你是属于那少数的阶段，但是你可能没有看到背后这份爱背后的压力会有多么大。你现在感受到了，你现在的确是变了，因为你没有对他有非他不娶的爱，你就没有非他不娶的坚持。你也没有表现出非他不娶的行为，你去相亲，你去逃避，你不敢真正的用你的智慧去面对你的母亲。想想你追求她的时候，她的所有的过去不是缺点，反而是你表现心疼她的泪点。她的孩子不是负担，反而是能表现你自己的承担。当时是不是这样？为什么现在变了？审视一下你自己对她的爱，真的是那么勇敢吗？她是受过一次伤害的女孩，如果你真正的爱她，你绝不能给她第2次伤害。她不光是需要一个能够保护她的丈夫，她还需要一个能够爱她的孩子的父亲。你能做到吗？24岁的你，真的能吗？我希望经过这舞台之后，回去和你的母亲好好的沟通一下。女孩，我很佩服你，因为我们还有同样这个数据，我们还有一个调研，自己有离异史并且带一个小孩的女人，通常会有几种选择。46%左右的女人因为爱自己的孩子宁可不嫁，还有15%的女人可能因为孩子缺失父爱，即使不爱那个曾经的男人，她还会选择复婚。但你都没有，他们这2者的生活不见得能够幸福到哪里去，而你能勇敢地踏出自己已有的这个怪圈去追求自己幸福，真是应该给你掌声。谢谢。即使这个男人可能不会达到你的那期许的话，没关系，你这么漂亮美丽，而且你懂得爱，而且这么勇敢能够去追求爱，我祝你幸福。谢谢。每次遇到这样的题材的时候，我是最不想听见口号声。我能成为超人，我行。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男人，没有当过爸爸的男人，你怎么知道一对母女在你面前将来的生活道路你想面对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你越喊你能，
恰恰证明你是不能。我们人生当中每个人都会犯的错误就是明知故犯。刚刚听到你妈的那段录音，但凡是一个女人摸摸自己的良心就应该知道，一个勇于一个人带着孩子的单亲母亲大概一定不会是狐狸精的。如果她的生活当中愿意独自承担一个做母亲的责任，这种女人怎么可能是狐狸精呢？你妈妈明明知道却明知故犯，但她为什么要明知故犯？那是因为她知道带个孩子有多难，更何况那不是你的孩子，你每天都要面对。你不是说今天喊句口号就过去了，你每天都要面对，都要看着他，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承担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请记住我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你今天不会这样想，将来以后你带了，每当你懈怠的时候，你就会讲，我这受罪有犯贱，我本来不用这样，我不是自己给自己身上添负担吗？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孩子就可怜，孩子就真的可怜，因为他原本也不会得到这份所谓来之不易的父爱，但是突然的抽离会让他很心痛，而母亲就更心痛。我一点都不相信男生能够成为合格的父亲。我不是说他人不好，他没有这样的能力，他绝对不可能说在今天一夜之间成长，不可能。当时的勇气和日后的坚守是两回事儿，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不要去揽这个活。生活非常现实，爱情可以在舞台上喊一嗓子，但是在生活当中却要履行一辈子。小伙子，想清楚，其实挺难的哈。但是老师们的话，我希望你们听，因为如果你们想做理想主义者的话，那3位的话完全可以去做，因为有人成功过。你们想做现实主义者的话，涂磊老师的话绝对应该去那么做，因为大多数的人是那样去做的。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平凡的人恰恰是那些不做大多数人做的事，做出了一点样子的人。这是一个生命的选择，生活的选择。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曾经以为你就是我的天，可是出了这么多事情，可是我心里就是忘不了跟你在一起的感觉。我这次回去，我肯定跟我的父母，我不那么大吵大闹的，咱们可以回去跟他心平气和的拉了。我也想我们有一个未来，有一个家，我们一起共同的爱孩子。可是有很多事实咱们都改变不了。我也希望我们真的能在一起，你能说服你的父母。我不会，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唯一的评价。来，请亮灯吧。2位，请把密码箱做一个交换。好了，请带着对方的密码回去吧。请关门。真的没有想到说今天我们碰到的第一对嘉宾朋友的问题就这么的难解。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请大家拿起手里的表决器。我保证，这次我不问，我只要一个你们真心的一个数据，发自内心的爱。请慎重哈！如果你至亲的人，他就爱上了这样一位女性，祝福请按赞成，不祝福请按反对。好，祝福的支持率 47.06%。接下来再问大家，如果你至亲的人是这个女生，面对那样一个男生，敢跟他在一起吗？敢在一起，请选赞成；不敢在一起，请选反对。17.65%的观众觉得哎可以哦，82.35%的观众说我们是极力反对的。谢谢大家的配合，请记住这样一个数据哈，挺帮助我们思考生活的。一起数5个数。5、4、3、2、1，请开门。
你先平静一下。女生把她的箱子留下来了，我不知道女生的她在这个箱子里装了一个什么秘密。你能告诉我女生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吗？让你提着这个箱子就出来了。给我留下一段话，读一下吧。你知道吗？上次你妈找我家去了，闹了半天，我妈就直接去医院了，心脏特别不好，而且天天和我说让我们不要在一起了，所以我决定离开你。对不起，谢谢你的出现在我世界里，祝你幸福。其实女生这个话就算是一个诀别之意，为什么你还出来？我希望她能看到我的坚持。那么你在箱子里留下的是什么呢？也是一段话啊。对，为了能给你和孩子更好的生活，现在我不仅白天在舞团工作，晚上还去夜场跳舞。有时你说找不着我，就是因为我背着你在干另一份工作，这都是希望能给你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希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还有什么话想跟女生说吗？不管以后路怎么样，我也祝你幸福。放弃了？不是放弃了，就是因为如果再这样的话，我相信他的妈妈也会不好受，他的孩子也会不好受。谢谢你能来，祝你们各自找到幸福，好吗？谢谢，谢谢你，清辉。